在数十亿光年外，有个比我们银河系大10倍的圆环，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天体。2019年，一位天文学家看到照片后，只敲了3个字 ：WTF。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尝试解开现代天文学最大的谜团之一。在新千年之交前后，射电天文学领域的技术进步，使得已知射电源的数量大幅增加，从几十万个激增至数百万个。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能显著突破这一数量，直到最近，情况才发生改变。射电天文学领域急需一次技术升级。而澳大利亚国家科学机构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简称 CSIR， 主导推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澳大利亚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望远镜，简称 ASCAP。 当时有多台新型射电望远镜陆续投入使用， ASCAP 便是其中之一。这台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望远镜拥有36面直径各为12米的射电碟形天线，其独特之处在于配备了相控阵窥源，这项技术使其能够一次性对天空中大片区域进行成像，这与上一代射电望远镜截然不同。ASCAP 的市场范围可达30平方度，这一规模相当惊人，相当于从地球上看到的约150个月球表面积之和。此外，相控阵窥源还能帮助天文学家过滤掉卫星等天体发出的射电信号，避免这些信号给射电望远镜接收器造成盲点。借助这一代新型望远镜，射电天文学家得以探测到即使是微弱弥散的天体。西悉尼大学教授和就职于 CSIR 的雷诺里斯，后来主导了奇异射电圆环的最初发现工作。澳大利亚望远镜开展的宇宙演化图谱项目，简称 EMU， 将极大地拓展我们对宇宙中射电源的认知。EMU 这一项目名称的灵感来源于天空中的儿苗，这并非由恒星构成，而是由银河系中的暗星云组成的星群。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天文学中，这一星群已被认知了数代之久。在此之前，纵观整个射电天文学发展史，所有射电望远镜发现的射电源总数约为250万个，而仅 EMU 一个项目预计就能将这一总数提升至7000万个。需要注意的是，这还仅仅是一台新型射电望远镜预计能带来的发现成果。诺里斯当时确信，这些全新的数据必将带来一些重大惊喜。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惊喜的到来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早。EMU 项目的观测目标是其他望远镜尚未成像的大片天区，并收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科学家们原本预计需要借助机器学习来筛选。然而，正是在浏览该项目部分初步图像的过程中，奇异射电圆环的发现者射电天文学家卡平斯卡用他传统的人眼首次注意到了这些形状奇特的射电辐射体。在我看来，这一发现正因如此才更具特殊意义。即便拥有海量数据和机器学习工具，这一案例仍证明人类的好奇心始终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浏览这些早期 EMU 图像时，卡平斯卡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形状，他无法将其归为任何已知的天体类型。在其中一个奇特形状的图像上，他写下了 WTF 的标签，精准地表达了这一发现的困惑程度。卡平斯卡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天体。在将这一奇特发现分享给同事后，一支由射电天文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始仔细梳理图像，寻找更多类似的圆形射电天体。在首次发现后的短短几天内，伦茨就找到了第2个这样的天体。最终，团队将这类天体正式命名为奇异射电圆环。起初，他们甚至不确定这些天体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仅仅是望远镜产生的某种微影或误差。但随后，他们通过其他望远镜成功定位到了这些奇异射电圆环，证实了这些奇特的射电圆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天体。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这些到底是什么？幸运的是，自卡平斯卡首次发现奇异射电圆环以来，我们对这类天体的了解已经多了一些。这张是来自 EMU 试点调查的1号奇异射电圆环图像，呈现为一个模糊的灰度天体。但幸运的是， EMU 团队还制作了第2张图像。这张图像经过彩色处理和增强，在保留原始分辨率的同时，凸显出了那些不那么明显的特征。在彩色图像中， ORC1 呈现为一个朦胧的绿蓝色天体。由于这个朦胧的天体仅能在射电波波段观测到图像中的颜色是后期添加的，
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它，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奇异射电圆环结构内部更清晰的特征。ORC 已位于距离地球至少10亿光年的深空之中，初步估算显示，它的直径约为100万光年，但最近的观测表明，其实际宽度可能达到200万光年，这是我们银河系宽度的20倍。我们已经知道了奇异射电圆环的规模和距离，但它们究竟是什么？起初，有人认为这些奇特的圆环可能是强大超新星留下的遗迹，但事实证明，相关条件完全不匹配。首先，我们通常会在银道面附近发现超新星遗迹，而我们已确认的所有奇异射电圆环都距离银道面过远。不仅如此，部分奇异射电圆环的中心似乎还存在星系，这是超新星遗迹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尺度也完全不符。大多数超新星遗迹的直径仅为几十光年，而这些奇异射电圆环的规模则要大得多，大到足以将整个星系包裹在其中心。我们目前观测到的奇异射电圆环直径从几十万光年到200万光年不等，因此它们绝不可能是超新星遗迹。奇异射电圆环必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天体。奇异射电圆环也有可能是我们早已熟知的天体类型，例如射电星系发出的喷流，但由于距离过于遥远或是观测角度特殊，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识别。自 ORCE 首次被发现以来，天文学家有机会通过更多望远镜对其进行观测，结果发现，在圆环中心存在一个天体，该天体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均能被观测到。借助南非的 Meerkat 射电望远镜及其团队对 ORCE 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观测，绘制出了该圆环的图像。他们将这一图像与暗能量调查获得的光学数据叠加，发现在 ORCE 的中心存在一个椭圆星系。据此，他们估算出这个中心星系距离地球约50亿光年。除了发现这个中心椭圆星系外，这张高灵敏度图像还揭示出 ORCE 内部存在复杂的节状和弧状结构，并且在这些节状结构处还发现了其他星系。如果诺里斯及其团队的判断正确，这个椭圆星系确实位于 ORCE 的中心附近，那么它或许在这个射电圆环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不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个星系的位置只是一种巧合，它可能只是恰好位于 ORCE 的视觉中心，而非实际中心。凭借这张全新的图像和相关信息，诺里斯及其团队在2022年发表的论文中，为 ORCE 提出了3种可能的起源假说，但现有数据无法证明哪一种假说更具优势。第一种可能性是 ORCE 的球形壳层是由其中心椭圆星系内发生的灾难性事件造成的，例如2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在这一情景中，2个超大质量黑洞合并时会向各个方向释放激波，加速星系际介质中的电子。这一过程可能会形成一个射电辐射气泡，从我们的观测角度来看，就呈现为一个带有亮边的射电圆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预计 ORCE 中应存在超大质量黑洞或活动星系核，简称 AGN。 事实也确实符合这一预期， ORCE 已不仅存在一个射电造活动星系核，这与该假说的预测一致。另外2个已观测的奇异射电圆环也同样存在此类活动星系核，这为该假说提供了更多支持。诺里斯团队为 ORCE 提出的第2种起源可能性是，它可能只是射电造活动星系核发出的射电喷流，只不过我们是从端视角度观测到的。射电造活动星系核是一类特殊的星系，当物质落入其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时，星系核会以2束等离子体喷流的形式释放出大量能量。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我们已经确认，在许多已观测的奇异射电圆环中都存在这类活动星系核。如果我们从端视角度观测这类天体系统，即2束喷流的方向与我们的观测视线重合，呈现为叠加状态，就可能形成我们在 ORCE 中看到的景象。射电辐射瓣相互叠加，中心则存在一个宿主星系。不过，要验证这一假说，我们仍需要通过3维模拟来确认这些特定的活动星系核是否确实在产生射电喷流，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是从端视角度观测它们。第3种，也是最后一种起源假说认为， ORCE 的射电圆环可能是由所谓的星爆中指激波引起的。根据这一解释，
在 ORC1 的中心椭圆星系中，曾有一段短暂而剧烈的恒星形成时期，期间诞生了数百万颗恒星。在这段时间里，新恒星的形成速率远高于正常水平，而这一活跃期仅持续了几千万年，在宇宙时间尺度上不过是一瞬。这些恒星会释放太阳风，这些太阳风在数十亿年间不断向宇宙空间扩张，激发电子并形成一个球形的射电辐射气泡。这与我们在 ORC1 中观测到的景象一致。尽管团队针对这一假说的建模比前两种假说更为详细，并且通过数学计算证明了这一情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诺里斯明确表示，现有数据并未表明这一解释比其他两种更具优势。因此，尽管我们有了几个颇具潜力的猜想，但 ORC1 的起源仍然像这个奇特的射电圆环本身一样神秘。随着更多奇异射电圆环被发现，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并非所有奇异射电圆环的形成机制都相同。毕竟，奇异射电圆环这个名称本身只是一个描述性术语，就像一个 umbrella term， 泛指所有无法被归入现有天体类型的奇特射电圆环。因此，尽管所有奇异射电圆环都具有奇特射电圆环这一共同特征，但每个个体可能都有其独特的起源故事。2号奇异射电圆环和3号奇异射电圆环是继 ORC1 之后被确认的第2个和第3个奇异射电圆环。它们的发现不仅没有帮助解开奇异射电圆环的形成之谜，反而带来了更多疑问。在这张灰度图像中，2个奇异射电圆环彼此距离非常近，几乎相互接触，它们的尺寸大致相当，但在图像右侧 ORC2 亮度较高，呈现出清晰的环形结构，而位于左侧的 ORC3 则亮度较低，更像是一个圆盘。事实上，如果不是灰度 EMU 图像中那些浅灰色斑点恰好聚集成一个圆形，且紧邻 ORC2 清晰的环形结构，我们甚至可能无法识别出 ORC3。再来看这张 ORC2 和 ORC3 的彩色图像，弥散的射电辐射以红色突出显示，并叠加在原始的绿色射电图案之上。你可以看到，在红色光晕的下方 ，ORC2 的环形结构呈现为绿色，而在左侧 ，ORC3 那微弱的姐妹圆环仅能在弥散的红色区域中看到。这2个奇异射电圆环的临近性表明它们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但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它们的外观会如此不同？尽管自2021年这2个姐妹圆环的发现成果发表以来，我非常希望能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开了它们的谜团，但时至今日，这2个奇异射电圆环的本质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探讨4号奇异射电圆环的起源理论之前，有必要提及5号奇异射电圆环。它是2021年在澳大利亚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望远镜 IceCap 的数据中被发现的。虽然目前针对 ORC5 尚无专门的主流起源理论，但人们发现它与 ORC1 和 ORC4 一样，中心也存在一个椭圆星系。更有趣的是， ORC5 是目前已知唯一同时拥有中心椭圆星系和邻近半星系的奇异射电圆环。这个半星系与 ORC5 圆环的距离大致相同，这表明这2个星系可能存在引力相互作用。尽管不同奇异射电圆环之间可能存在一些重复出现的特征，但对于目前已确认的每一个奇异射电圆环而言，似乎都有其独特之处。当然，随着未来发现和确认的奇异射电圆环数量增多，这种情况或许会发生改变。但目前由于奇异射电圆环的数量稀少且观测证据有限，科学家们难以确定一个统一的起源理论。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ORC4， 它因形状不规则而被戏称为3叶草圆环。显然，这又是一个独特的案例。ORC4 最初是在巨型米波射电望远镜的存档数据中被发现的。截至目前，它是观测和成像最为详尽的奇异射电圆环。天文学家已通过射电波、X 射线和可见光等多个波段对其进行了观测。在这张 ORC4 的高清图像中，融合了多个波段的观测数据。射电辐射以红色显示，可见光波段以白色至黄色显示， X 射线则以蓝色显示。这个奇异射电圆环距离地球约6亿光年，直径超过 32.5 万光年，比我们的银河系宽约3倍。2024年，位于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山的 WM 凯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在 ORC4 3叶草圆环中探测到了来自氧原子的强烈荧光。
这种荧光遍布 ORC4 巨大结构中13万光年的区域。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天文学家兼天体物理学家艾利森·科伊尔领导了这项针对 ORC4 的研究。他指出，这种由加热压缩气体构成的氧二星云也被称为激波气体，似乎是由一次高速爆炸产生的。由于 ORC4 的中心同样存在一个椭圆星系，科伊尔表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个奇异射电圆环可能是由一次星爆中指激波事件形成的。这正是此前为 ORC-E 提出的3种起源假说之一。研究团队计算出 ORC4 中心星系内恒星的年龄为60亿年。结合这一数据及其他信息，他们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一次星爆事件引发的高质量外流有可能形成与 ORC4 类似的结构。无论是射电辐射球还是这个气体星云球，都可能是中心星系在多次超新星爆炸产生的激波作用下吹出来的。尽管这一可能性令人兴奋，但它并非唯一的解释。同年由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领导的团队，借助欧洲空间局的 XMM 牛顿 X 射线望远镜，首次在奇异射电圆环中探测到了弥散的 X 射线辐射。这一辐射正来自 ORC43 叶草圆环。基于观测结果，这支观测到 X 射线辐射的团队提出假说 ORC4 可能与2组星系之间的宇宙之舞有关。X 射线观测结果表明， ORC4 可能是2组相互吸引的星系群发生混乱合并的产物。这种星系群合并可能会产生激波，进而留下一个巨大的射电辐射气泡。这与我们对 ORC4 的观测结果一致。然而目前仍有许多未知之处。为何这组星系群的合并会产生这样的奇异射电圆环，而其他类似的星系群合并却没有留下同样巨大的射电辐射气泡？这一点尚不清楚。正如你所见，奇异射电圆环的起源之谜远未解开。事实上，就连 ORC43 叶草圆环是否真的属于奇异射电圆环，目前仍存在争议，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弥散的云团，缺乏奇异射电圆环典型的射电辐射量边。诺里斯指出，在其他星系群中也观测到过类似三叶草形状的射电云，但并非所有这类射电云都与奇异射电圆环有关。要判断哪些天体属于奇异射电圆环家族，哪些不属于，关键在于获取更多数据。更深入的射电和 X 射线观测或许能帮助我们识别更复杂的结构，从而区分真正的奇异射电圆环和类奇异射电圆环天体。幸运的是，目前已发现了多个潜在的奇异射电圆环候选体，它们可能为天文学家提供更多数据，以便与已知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如今，这些奇特射电辐射体的标注已不再是 WTF， 而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 ORC 奇异射电圆环。尽管关于奇异射电圆环的起源，科学界尚无定论，但通过 EMU 项目和 IceCap 望远镜等，我们正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在分析 EMU 项目针对小麦哲伦云的数据时，天文学家发现了2个此前科学界未知的超新星遗迹，为我们的天体目录增添了新成员。此外，2023年借助 EMU 项目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还发现了另一个邻近的超新星遗迹，它是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超新星遗迹之一，仅相距4200光年。这个超新星遗迹的直径约为130光年，据推测其年龄仅为 1.3万年。随着观测工具的不断进步，我相信天文学家必将发现更多奇异射电圆环，甚至可能发现更多我们目前完全未知的天体。我们不仅有望了解这些射电圆环的形成机制，还可能进一步洞悉星系的生命周期、星爆事件的影响，以及如何追踪那些源自远古事件扩散到星系之外的气体。不过，目前来看，奇异射电圆环的起源之谜仍未解开。尽管我们已有了几个颇具潜力的假说，要揭开这一谜团，天文学家们必须开展规模大到难以想象的宇宙考古学研究。